这是韩国版的山村老师，片中的女主角有着比楚人美更加悲惨的命运。木一出生在100多年前的越南，她的名字在越南话中是第10的意思，而第10个孩子通常被当作不祥之兆，所以从小她就受尽了各种冷漠和白眼。10年之后，木一长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美女。有一天，她与一个叫卢恩的年轻画家一见钟情，卢恩送给木一一个戒指作为定情信物。突然有一天，卢恩提出为木一画一幅肖像画，可画到一半，卢恩突然离开了。木一想要挽留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原来卢恩早有婚约，他的未婚妻地主婆得知后非常生气，于是便派人四处散播木一不守妇道的谣言，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报复。他先是让恶奴打断了木一的右腿，然后又拿硫酸来吓唬木一。当地主婆看到木一手上的戒指时，彻底发怒，只见他一发狠掰断了木一的食指，然后用硫酸毁了他的脸。势单力薄的木一为了复仇，只能选择用老办法，在农历7月15上吊自尽，化为阿飘。当晚木一就到地主婆家里报复，可地主婆也不是吃素的，请来了寺庙里的主持给他出了个好主意，他让卢恩以补全那幅肖像画为由，将木一骗出来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真诚的眼神，木一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他。可就在点睛的时候，卢恩停笔了，进来了一群僧人，没有丝毫防备的木一被僧人们控在了原地，而地主婆趁机出来秀恩爱。就这样悲愤交加的木一被收入了画中，还被钉上了封印。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。原来这是恐怖小说家尹熙的新作。身为作家的尹熙已经3年没出新作了，而以上的故事便是他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徐英告诉他的。凭借这个故事，尹熙已经冲到了小说热销榜的第3。为了拿到后续的故事，尹熙坐飞机来到了越南，寻找多年未见的徐英。尹熙看着眼前变得落落大方的徐英，不禁有些惊讶。刚一见面，徐英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可两人的关系似乎没有好到这种程度。随后徐英便带着尹熙来到了故事里木一的老家，相片上那个最小的孩子便是木一。尹熙趁机询问徐英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，后来那幅画去了哪里。徐英告诉尹熙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姓金的历史教授那里听来的，教授还没有给他讲后来的故事。眼看天色不早，尹熙决定先住下来，明天再去拜访金教授。尹熙不知道的是，自从他开始接触这个故事，就被卷入了一个恐怖的阴谋中。来到酒店，尹熙见徐英早早就躺在床上睡觉，就想去浴室放水泡个澡再休息。放好水以后，尹熙就回到卧室换睡衣，可花洒却自己放起了水。于是他便拉开窗帘查看，结果看到一个恐怖的人影直接被吓得倒在了床上。尹熙急忙呼唤床上的徐英，可一转身，就在尹熙惊恐地向外逃去时，徐英开门进来了，嘴里还说酒店只剩这一间房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闹鬼。尹熙想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儿，可磕磕巴巴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。第二天，徐英带着尹熙来了自己家，看着眼前这栋大房子，尹熙不禁有些惊讶。他好奇地打量着旁边的楼梯，刚想上去看看，徐英说那是他的私人画室，不想其他人进去。随后就带尹熙去了为他准备的房间。安顿好住处以后，徐英就带尹熙去了当年木一上吊的地方。徐英表示这里太恐怖，就到外面等待。尹熙急忙拿出照相机，想在这栋凶宅里找到创作灵感。就在此时，一旁突然传来悠扬的歌声。尹熙拉开门一看，里面居然有一幅画像。尹熙猜测这就是木一的样子，就用相机照了下来。回去后，徐英将金教授给他关于木一的资料都给了尹熙，就离开了。尹熙正看得入迷时，身后的墙纸突然脱落一角。尹熙再也按耐不住，想知道后续的心情，叫醒正在午睡的徐英，就来到了金教授所在的大学。可是金教授的助理却说金教授出国研究学术还没回来，于是两人就借着上厕所的名义拿到了金教授办公室的钥匙。徐英趁机告诉他教授的房间在2楼最后一间，尹熙便自己上去了。在金教授的房间里，他不仅看到了当年封印木一画像的存放地点那间古朴的寺庙，还找到了金教授记录的有关木一所有的研究资料。看着里面的内容，尹熙告诉徐英，原来一开始那幅画一直挂在寺庙里，二战爆发以后，鬼子烧杀抢掠，就连越南的寺庙也没有放过。有一个叫佐藤的大佐最喜欢抢字画，攻占寺庙后，他一眼就相中了木一的肖像画，主持还想阻止，结果被砍断了手臂。随后佐藤便解开了那幅画的封印。奇怪的是，从此佐藤和那幅画就一起消失了。可还有个传说，那就是拔掉封印的人可以请求木一帮自己复仇，可代价就是要付出自己的身体。随后徐英见尹熙对木一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，问他要不要去看那幅肖像画。尹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他带着尹熙来到了一个画室，画室老板一听他们要看木一的画，立马变了脸色拒绝了。但徐英不知道跟老板说了什么，老板看了一眼尹熙又同意了。徐英告诉尹熙，老板一开始那么敏感，是因为木一给老板带来的冲击太大。他在临摹木一的画像时，好像都能感受到木一的冤魂在他身边。听到这，尹熙就好奇他怎么说服的老板。徐英对尹熙说自己骗老板，说尹熙被木一诅咒了。尹熙一听，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。到了阁楼，老板给他们看了木一的画像，但眼睛被遮着。
老板说虽然是临摹的，但哪怕只看一眼都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，所以遮住了眼睛。这时尹熙不爽了，说这都是老板瞎编的，自己之前在木一的房子里看到过画，并拍了照，说着就要拿给徐英看看。但照相机里并没有翻到那张照片，却不小心给徐英看到了她和徐英前男友的亲密照，这让尹熙瞬间尴尬了起来，而徐英则一脸怨恨地看着尹熙。尹熙急忙尴尬地解释，这相机是自己跟尚恩借的，顺便拍了张合影。可走出画室，徐英却说自己现在在意的并不是这事，然后表情严肃地跟尹熙说，那个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木一的画像，他看到的一定是冤魂，这也就意味着他被下了诅咒，一定会死。看着尹熙紧张的样子，徐英笑了起来，说自己只是开玩笑而已。之后他们就来了酒吧，徐英给允熙介绍了自己的2个好朋友。在尹熙的眼里，此时的徐英和之前好像完全不同了。看着一个老外邀请自己，尹熙还很高兴，可老外却摇头指向了他旁边的徐英。尹熙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，徐英刚要去，尹熙拉着他说那人很明显心怀不轨，不想让徐英去。徐英看着他说，你不会是嫉妒吧？随后就过去了。看着这样的徐英，尹熙满脸不爽，于是便离开了酒吧。徐英出来问他怎么了，尹熙生气地质问他，你一定要这么放纵自己吗？徐英不解地说，跳个舞也是放纵吗？尹熙没接话，此时的他好像给自己曾经造谣徐英的那些话找到了正当理由，随口说道，原来之前那些传闻都是真的。徐英问他在说什么，尹熙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找个借口说自己累了，叫他一起回家。徐英也不再问了，因为徐英早就知道尹熙曾在一本小说中把自己写得放荡不堪。半夜尹熙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出于好奇心，尹熙一路跟着声音来到一旁的公园里，他见到一个长相酷似徐英的小女孩正在哭泣。就在他试着拉小女孩的时候，幸好这只是个梦。被吓醒后，尹熙看到了旁边的徐英，徐英告诉他，他一晚上都在说梦话。突然徐英自顾自地说起了曾经的遭遇，说如果自己跟爸爸去了国外，那爸爸就不会有外遇，朱云也就不会伤害自己了。说着说着，他恶狠狠地看向了尹熙，被看得心里发毛的尹熙下意识要起来，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。就在此时，徐英拿来一瓶硫酸，要让他感受一下木一所受过的痛苦。尹熙猛然被惊醒，原来这是个梦中梦。次日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尹熙尝试着为昨晚的事道歉，说自己太敏感了。徐英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还问起了小说的事。尹熙表示自己的资料还不够，缺少了木一变成厉鬼后的故事。听到这话，徐英的手颤抖了起来。尹熙没察觉到徐英的异样还在那儿，自顾自地说读者都喜欢恐怖刺激题材。早餐过后，尹熙跑到了大街上，询问路人有关木一的故事。突然一个盲眼老婆婆拉着他就要走，他挣脱跑开后才记起来，这正是之前徐英给他看的资料里的那个老人。可一回头他不见了。尹熙又来找金教授的助理恩静，为了获取信息，他不断献着殷勤，还将自己的围巾送给了他。看着尹熙这个样子，恩静松了口。尹熙从恩静这儿得知，木一的故事是徐英告诉的金教授。他初次见到徐英的时候，徐英非常憔悴，就连头发也快掉光了，只能用帽子遮掩。不知道他跟金教授说了什么，教授也迷上了调查木一的事儿。从那以后，徐英就变了，变得会笑了，也不掉发了。最后恩静告诉尹熙，自己可以带他去金教授家看看。满怀心事的尹熙回到徐英家中，发现来了2个不认识的朋友。进门后，尹熙看到徐英背对着自己坐在床上，可他突然发现徐英的脚又在自己这边，他拉开帘子，脚消失了。他刚准备扒拉眼前的徐英，突然徐英居然又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尹熙一回头，床上只剩下了一件楚人美同款衣服。徐英说这是为晚上的品酒派对准备的。看着徐英和朋友用越南语谈笑风生，尹熙根本一句也听不懂。于是尹熙就提起了徐英刚来越南时的事情。徐英只是淡淡一笑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雨。徐英的2个朋友跑开了，徐英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也进屋躲雨。尹熙也回屋把淋湿的头发擦干。出来以后，他发现徐英的2个朋友在身后跟他说着话，并且是自己听得懂的韩语。尹熙好奇地问他们什么时候学会了韩语，可他们却说是尹熙自己在说越南话。尹熙一转头，镜子里的倒影貌似不是自己，他又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照片，原来又是虚惊一场，是他写小说太投入睡着了。次日，尹熙在大街上遇到了恩静，原来对方居然是自己的书迷。为了帮助尹熙拿到更多的素材，恩静居然把金教授家的钥匙给了尹熙。在金教授家，尹熙看到了满墙有关木一的记录，他发现了一个光盘，就播放了起来，里面记录着金教授对被诅咒之人的采访。他们说自己浑身发烫，每晚都能听到小女孩唱歌，照镜子时镜子里也不是自己，这不正和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吗？想到这儿，尹熙激动地跑回了徐英家。
楼下没找到徐英，他也不管了，擅自跑到了徐英的画室去找她。进了里面，他才发现徐英画的画无一例外的透露着痛苦和压抑。他进了最里面的画室，看到了徐英的自画像，在桌子上他看到了自己曾经写的书。这时他才知道，原来徐英早就看到了自己造谣他的内容，甚至还做了重点标注。这时徐英出现在画室，告诉尹熙自己早就知道被尹熙写成故事里的反派。尹熙还以为是徐英要拿木一的诅咒对付自己，大声质问。徐英也没有生气，就把一件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尹熙。在来越南之前，他喜欢的朱允约他见面，他满心欢喜的在公园里等着他，可最终等来的却是3个小混混。惊慌的徐英尝试着逃跑，却根本无路可逃。3个小混混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对他一顿殴打。徐英看到了朱允，还以为对方要英雄救美，让他快逃不要受伤，可朱允却怒斥3个小混混连个女人都摆不平。许英不可置信地看着朱允，这时一个富家女拿着录像机出来了。随后在朱允的示意下，3个小混混把徐英拖走欺负，而朱允为了讨好富家女，就站在一旁录像。之后在韩国活不下去的徐英就来到了越南。听到这些话，尹熙满脸愧疚地道起了歉，可徐英却安慰他没事的，自己已经改变了。随后徐英将自己的戒指戴在了尹熙手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馨。晚上睡在尹熙旁边的徐英突然不断抽搐了起来，尹熙不知所措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。天亮以后，徐英也平静了下来。尹熙觉得徐英应该也被木一诅咒了，他告诉恩静自己要去寺庙找到解咒的方法。看着下定决心的尹熙，恩静带着他去寻找封印木一的寺庙。在寺庙里，他们见到了当年参与封印木一的高僧。尹熙急忙把徐英的遭遇说了出来。高僧说此时的徐英就是木一，随即就把当年封印木一用的法器给了尹熙，说要用这个东西扎进徐英的心脏才能阻止这个诅咒。走出寺庙后，尹熙看着手中的封印钉迷茫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他看到恩静被一个挑担子的女人阻拦，她的刹车不知道为什么失灵了，为了避让她撞向了旁边的花坛，而尹熙送给她的那条围巾恰巧就卷进了还在转的轮胎里。尹熙见状跑了过来，眼睁睁看着恩静在自己面前断了气。此时的尹熙仿佛下定了决心，尹熙拿着法器回来找徐英。见房间里漆黑一片，他找了手电筒上了楼，可一旁的墙纸再次脱落，尹熙愤怒地扯下墙纸。这时他才发现后面居然有个暗门，他壮着胆子打开木门，一具尸体向他倒了过来。尹熙在惊恐之余发现了尸体上的相片，相片里正是徐英这栋房子，而前面站的正是拿走木一画像的鬼子大佐。照片后面写着一句话：死亡是复仇的开始。尹熙一脸懵，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尹熙走下漆黑的密室。尹熙发现地板开始腐蚀自己的鞋子，但看着不远处挂着的正是木一的画像，他顾不得管鞋就走了过来。此时的他才发现，徐英戴到他手上的戒指正是当年卢恩送给木一的定情信物。就在此时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木一居然要挣脱那幅画走下来，而尹熙的鞋子被粘得走不动。他刚准备脱鞋，突然既从心中起想到了手中的法器，可当他要回头的时候，发现木一不见了。出现在他身后的居然是徐英。徐英告诉尹熙，他们2个只能活一个，他希望尹熙能够活下去，就让尹熙用法器扎进自己的心脏。可徐英却一脸阴谋得逞的样子，告诉尹熙自己的死才是诅咒真正的开始。尹熙大惊失色，突然明白了之前照片后面的那句话：死亡是复仇的开始。但一切都已经晚了，而木一和徐英的交易也正式达成了。尹熙成了承载木一灵魂的载体，而徐英的灵魂代替木一，被封印在了画里，进行下一次诅咒的轮回。随后变成尹熙的木一就回到了韩国。他先是找到了欺负过徐英的那3个混混，只见他们悄悄溜进了女厕，从一个隔间的天花板上拿出了一个录像机。他们还真是坏事做尽，罪有应得。木一来到女厕所，给3人摆了一个别致的造型。下一个就是幕后主使富家女，她在办公的时候，木一突然从电脑里冒出来，将她活活吓死。最后一个便是欺骗徐英感情的渣男朱允。木一利用尹熙的身份约他在公园见面，然后在他安排3个小混混欺负徐英的地方将他吊了起来。现在木一和徐英的交易结束，木一来到海边，将关于自己的一切资料全部烧毁，而他自己也可以用尹熙的身份继续生活。到这里，电影也就结束了。本片是韩越合拍的地狱恐怖代表作，影片以越南民间魔卫诅咒为核心，以肖像画为怨灵载体，串联100年前越南少女与当代韩国女性的双重悲剧，将背叛复仇与女性底层苦难融于一炉。导演以韩式精致影像搭配越南湿冷异域氛围，美术与音效构筑出幽寒刺骨的压迫感，视觉意象辨识度极强。但影片叙事节奏拖沓，恐怖桥段偏套路化反转设计，刻意剧情逻辑略显松散。其价值在于韩越民俗混搭的独特气质与女性创伤的隐喻表达，是韩式恐怖融合异域文化的典型尝试，氛围塑造远胜于剧情完成度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